Hello，小伙伴们，欢迎来到东京旅行 Vlog 的第2期。今天是在东京的第3天，本来是打算去拍东京塔，但刚到地方就下雨了。看起来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，而且就算一会儿不下了，这种阴天的天气光线也太暗，拍出来的效果也不好看，所以就打算先去秋叶原逛一下。虽说下雨天在室外玩起来不太方便，但逛起来反而多了一点感觉，甚至觉着雨中的东京可能才更接近我想象中的样子。从秋叶原站出来，外面这会儿正好也不下雨了。因为我对动漫、游戏以及2次元这方面呢不是太了解，所以主要就是在这里看了看数码产品。在这里逛了逛唐吉诃德和 Big Camera， 发现日本的相机就算在免税的情况下也没有比国内便宜，甚至有些型号价格上还比国内更贵一些。而且日本的相机很多都是只有日语界面，虽然也有国际版可以支持中文界面，但国际版的价格就更没有性价比了。如果是镜头的话，有一些确实还是比国内便宜一些的。刚才逛着逛着就看到了在秋叶原这里远近闻名的小绿楼。本着来都来了的理念，一不小心就从1楼逛到了5楼，真的只是不小心。到了5楼，发现已经是最后一层了，只能勉为其难的又从5楼逛到了1楼。真的，我本无意细逛小绿楼，只是因为外面下雨，在里面避雨打发时间而已。虽说日本的设计已经在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了，但属于遥遥领先的领域，我觉着那还得是小绿楼里面的东西。由于里面不让拍摄，就是让拍，那画面也没法剪到视频里面，所以只能口述了，实在不好意思了各位。离开秋叶原之后呢，接下来要去的是池袋区的一家商场，这个商场叫 Sunshine City， 这里面有一家专门卖宫崎骏动漫 IP 的周边店，打算去这里买个伴手礼带回国内。如果有喜欢宫崎骏的小伙伴来东京玩的时候，可以来逛逛这家店。但不得不说，日本的线下店总是会让人很想一直逛下去，甚至会不自觉地激发购物欲。这种感觉其实在国内并不常见。虽然早就了解到日本的线下实体经济很发达，但在这里逛了逛之后，也算是更直观地感受了一下日本线下实体经济的成熟度。如果我长期居住在这里，我大概率也会减少网购的频率，选择到线下去买。日本商品的种类确实足够全面，分类也很清晰，只要不是特别小众的东西，基本上都能够轻松找到。哪怕是我这样不懂日语、英语也一般的外国游客。而且这种能够直接接触实物、能够对比试用的这种购物体验，至少到现在线上购物还是很难真正的替代的。OK， 小伙伴们，现在是在东京的第4天，今天要和朋友去银座附近逛一逛，顺便去喝点咖啡。出发之前，先在地铁站附近吃点东西。这里是日本很便宜的一个餐饮店，松屋，和它差不多的一个品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吉野家。虽然国内也有这家店，但我一次都没有吃过吉野家或者松屋，这是我第1次吃。朋友告诉我，这基本上是在日本最便宜的饭店了。但我真觉着吃起来还不错，挺好吃的。选了一个普通的牛肉套餐加1瓶可乐，大概也就30多块钱，这在日本来说确实够便宜了。感觉在国内的1线城市都未必能有这个价格。现在已经来到银座这边了，要先去一家咖啡店，等喝完咖啡再出来逛。雨天的东京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氛围，而走在银座这片区域，这种感觉会被放大。在国内，银座这2个字可能会被当成某个商场来理解。但在东京，银座是一整片区域。这个名字的来源呢，是在江户时代，政府在现在的银座2丁目附近设立了白银铸造所，
因为银子的铸造所就在这里，所以这片区域就被口头称呼为银座了。后来这个名字就正式沿用到了整个区域。其实东京还有一个对应的金座，位于现在的日本桥地区，而且现在日本银行的总部就建立在了当年金座的旧址上面。前面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咖啡馆了，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小蓝瓶，上了这个电梯就进入这个商场了。这家咖啡店是在商场里面，看不到窗外。如果能有个落地窗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边喝咖啡边欣赏窗外的雨，就更加完美了。上次喝小蓝瓶是和另一个朋友在香港，那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咖啡。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，这次在东京也是和好朋友一起喝这个咖啡。不知道下一次喝小蓝瓶咖啡的时候，会不会也是在旅途中，也是和朋友在一块儿呢？小伙伴们，这咖啡好喝是好喝，但感觉劲有点大呀。喝了没几口就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了。本来想喝完再走呢，现在得喝点水缓缓再走了。喝完咖啡来逛位于银座的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优衣库了，一共12层，但人实在太多了，刚进门就撤了，实在挤不动。在下雨天走在日本的街道上，发现大部分人都是用的长柄透明雨伞。后来了解了一下，才知道透明雨伞在日本流行的原因，首先是安全，不打扰别人。日本的人流量很密集，透明伞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的行人和路况，在比较狭窄的街道里面也不容易撞到别人。还有就是便宜，透明的长柄伞在便利店随手都能买到。因为透明雨伞几乎没有个性表达，它的存在感很低，在日本这种不抢眼不突出的设计反而很容易被接受，所以在雨天的东京会发现街上几乎都是透明伞，城市被雨水和灯光包围，人却可以彼此看得很清楚。朋友因为晚上还有事情就提前先回家了，所以晚上剩下的时间就由我一个人来逛了。接下来要去今天行程的最后一个地方，歌舞伎町一番街。这里算是东京非常经典的一块区域了。入口的这个招牌几乎已经成为了这个街区的一个地标。走进来之后呢，会发现这条街已经是高度商业化了，而且这里的外国游客的比例也明显更多一些。在这种下雨的夜晚，霓虹灯的颜色会被渲染得更加浓厚，雨水、灯光、街道交织在一起。走在繁华的大都会，站在人流交错的十字路口，会突然有一种很赛博朋克的感觉。这座城市的精致程度像是进入了一个高精度建模的游戏场景。每一块招牌和每一束灯光都被精确地摆放在它应该在的位置。虽然如游戏场景一般，但它又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且是直接触及视觉和感官。有那么几个瞬间，好像有点理解经常被用来描述这座城市的那4个字：